你不是不行，是还在用愤怒的小鸟的思维系统去挑战黑镜级别的现实副本。每天听课、记笔记、刷干货，忙得透不过气，结果反响平平，没产生共鸣，内容自己也记不牢。你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，其实你只是没有构建认知资产系统。第一部分，你为什么越学越焦虑，越做越空虚？你记录了几十本笔记，却用不出了；讲了无数次观点，却没人记得你说过什么；努力了几年，却像在原地打转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你还困在认知劳务循环中，输出一次，消耗一次，信息沉底，不再浮现。这是低效的内容命运。理解、输出、遗忘、重新学习，无限循环。你说的内容就像扔进黑洞，自己记不得，别人看不懂，更无法沉淀。第二部分，游戏规则变了，认知资产时代来了。我们身处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，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知道多少，而是你有没有构建一套能持续被复用和放大的认知系统。不是把干货塞满脑袋，而是让关键知识结构化沉淀在认知系统里。第三部分，什么是认知资产？5大特征。认知资产不等于笔记，不等于内容，不等于观点堆砌，它是一种长期可调用、可传递、可积累的认知能量体。结构化，能被拆解成模型、路径、关键步骤。复用性，能跨场景，多次使用，持续升级。传递性，别人能理解、吸收、传播。价值感，帮助别人产生清晰、实用的认知。增值性，随着时间沉淀，系统能自我演化、优化。那么你现在输出的是认知资产，还是内容劳力？你以为自己在努力积累，其实只是重复消耗。你输出了一堆内容，做了一大堆整理，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空，甚至什么都没留下。这就是认知资产玩家 vs 传统内容搬运者的本质区别。认知资产玩家一次构建就能反复调用，持续升级，而不是每次都从零打工，输出一次就消失。他们的内容是有结构、有体系的，像拼图一样能组合，像地图一样可导航，而不是一堆没头绪的碎片笔记，孤零零的沉淀。他们的表达可以沉淀成方法论、图谱、模型，而不是讲完就忘，写完就过，发完就淹没。他们追求的是长期影响力加认知势能，而不是靠运气博个短暂流量高峰，真相暴击。你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你还没有开启你的认知资产引擎。当你把知识从劳动力型输出转化为结构性资产，你说过的每句话，讲过的每个逻辑，梳理出的每张图，都能沉淀为你认知宇宙中的恒星系统，反复调用，持续放大，不断进化。第四部分，认知资产系统搭建5步走。第一步，聚焦认知沉淀主题，选一个你曾经反复思考、讲解甚至被问烂的话题，它是你认知体系里最稳固的一块砖，是你思考的根基。不用成为所谓的专家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沉淀和表达积累，你就有资格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系统。第二步，提炼高复用观点，把那些你说了无数遍，朋友或同事一听就点头认可的认知金句，梳理成有结构、有逻辑的表达模型，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认知底层代码。第三步，结构化你的表达，赋予每个观点清晰的名字、逻辑结构与适用情境，让它成为你大脑中的智能工具箱，越用越顺，越深越强。第四步，打造认知流通路径，例如整理成自己的思维导图、认知图谱或结构卡片，让你以后任何时候都能调用、梳理、升级。第五步，建立认知复利引擎，定期复盘，优化结构，加入标签，记录你思维的每一次成长轨迹，打造能不断进化的认知引擎。你不是内容机器，
你是认知建筑师，说过的每句话，形成的每个模型，沉淀下来的每个结构，都不是短暂的声音，而是你认知宇宙的星辰系统。今日行动挑战，立即开启你的01，写下你最熟悉的一个认知方向，提炼3个你常说的观点，给他们起个名字，梳理个结构，用文字或图示的方式整理并表达你的核心观点，做到结构清晰，易于理解。发在评论区，我会从中抽取，给予反馈或拆解建议。认知升维，从内容打工人到结构缔造者。你不是记笔记的 U 盘，你是思维的系统设计师。你说的每句话，讲的每个逻辑，都值得被沉淀、被放大、被打造成你认知资产的一部分。真正穿越周期的，不是努力输出，而是有没有一套能自我强化、自我传递、自我进化的认知系统。结尾，你是哪种认知状态？1. 我每天都在认知零工市场忙碌，内容输出多但没积累。2. 我开始意识到要搭建认知资产，但还没真正动手。3.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系统，正在持续优化和变现。4. 我已经搭建起自己的认知宇宙，认知资产带来长期势能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你选的是哪一项，同时分享你目前遇到的最大认知挑战。我会精选留言，做一期特别答疑视频。下集预告：信任杠杆系统。为什么你讲的再对，别人也未必信你？为什么有些人一句话就让人买单、转发、点赞？下一集我们会拆解如何系统性的建立你的影响力信任场，让你说的每句话自带信服力，自带价值感，自带吸引力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戳中了你，别忘了点赞、加关注、加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做深度认知内容的最大动力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收下一集。信任杠杆系统，帮你让说的话自带权威与流量。